他们同为异世界穿越者，男主是熟知全部剧情的游戏玩家，而女孩则是读过他故事的小说读者，此刻却伪装成天真无邪的新生，对他展开攻略。只因这是个濒临灭亡的世界，唯有加入男主的队伍，才能捞到最大的生存筹码。他本想借势狗到大结局，没料入戏太深，演过了头，硬生生把后宫文扭成了逆后宫。不仅原作中正直的男主对他产生好感，连同为穿越者的狡诈反派男主也被他攻略。彼时的他刚觉醒异能，入学异能者学院，小说学院的 F 级指挥官，是本典型的男频爽文。穿越成游戏反派炮灰的男主，在学院里收小弟打反派，顺便开启后宫的故事。换作从前，他绝不会碰这类小说，可架不住前世朋友的极力推荐。只可惜穿越而来的他，即便熟知所有剧情，手里却没有任何金手指。江纳贤生于这个世界最底层的孤儿院，16年来，光是活下来就耗尽了他全部力气。这里伦理淡薄，混乱与暴力无处不在。为钱将孩子当商品贩卖的院长，把孩子当沙包随意施暴的保育员，若不是遇见那位老师，他恐怕会一辈子困在生不如死的地狱里。直到老师接任院长，孤儿院的孩子们才终于有了安全的栖身之处。可如今孤儿院财政日渐窘迫，刚觉醒异能的他决定用这份力量帮孤儿院渡过难关。不幸的是，他觉醒的竟是超级烧钱，且前期完全依赖队友的狙击手异能。就在他一筹莫展时，想起了小说里那位极度狡诈的男主。通常现代奇幻小说的主角分两类，一类是杀伐果断默默做事的沉稳派，另一类是像奸商般疯狂捞好处的投机派。而学院的 F 级指挥官讲的正是原作游戏世界里的沉稳派主角与穿到开局即领便当的炮灰身上的投机派主角的故事。那位投机派主角穿越前本是原作游戏的玩家，不仅手握全部游戏攻略，还拥有能查看人物数据的洞察之眼。靠着这些优势，他席卷了游戏世界的各类宝物，培养队友，建立起庞大势力。而这类男主向来舍得给自己人砸资源，男频爽文里的队友最后都能走上人生巅峰。他既然当不了主角，那抱紧能带他起飞的大腿不就行了？入学典礼当天，原作游戏的主角正要进行新生宣誓。江奈贤这时想起，那个投机派这时好像说了什么超级中二的台词，念头刚冒出，身旁就传来男生低沉的嗓音：“我必将拯救这个世界。”他猛地转头，这不就是那位投机派男主吗？原来刚才感受到的那些奇怪视线，全是冲他来的。也难怪，小说里原身的风评本就差到极点，即便如今内里换了人，外在的标签也没那么容易撕掉。不管怎样，这都是送上门的机会。可该怎么和这位血气方刚的小说男主自然拉近距离，成为朋友呢？早在几天前他就有了计划，傲娇型女主已有，高冷型也不缺，病娇他可演不来。就在他举棋不定时，弟弟江勋主动找来：“姐姐，你在做什么呢？”江奈贤放下笔记本，笑着答道：“在给孤儿院做规划呀。”听他这么说，江勋的神色突然变了，语气带着不安：“姐姐，你别总为我们牺牲自己了，你已经是觉醒者了，一个人也能活得轻松自在，不用再管我们了。”看着男孩因紧张而微微颤抖的手，江奈贤主动握上去安慰：“江勋啊，你是我的家人，院长是，其他孩子们也是，我怎么可能对家人不管不顾呢？”他轻轻拍着弟弟的后背，只觉得他真像只乖巧可爱的小狗。等等，小狗？女主类型里好像没有这种设定吧？那个女孩甜软又温柔的声音响起，让身旁那双血红色的瞳孔瞬间转向他。“你好。”趁对方愣神的功夫，他突然凑近。江奈贤要扮演的正是像阳光般温柔活泼的魅力小狗型角色，他心里暗骂：真该死，偏偏就只剩这个人设了。可语气却越发无害，眼里满是纯粹的好奇：“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江奈贤。”对方惊讶：“你不认识我？”他立刻装作吃惊的模样：“啊，难道你很出名？”这个人确实出名，罗佑汉在觉醒者圈子里是出了名的混蛋，能惹的麻烦几乎全惹过。不过那都是投机派穿越来之前的事了，而且这份名声也只局限于觉醒者圈子。江奈贤顺势追问：“难道你是艺人？”男生不自在地扭过头，语气少了几分底气：“不是，我叫罗佑汉。”江奈贤本就是平民出身，作为政府资助的觉醒者，他不认识罗佑汉再正常不过。这个世界的觉醒者分两类，一类是凭借遗传特质让整个家族世代成为觉醒者，占据高位的人，另一类则是在民间偶然被发现的觉醒者。他放低声音，带着几分腼腆说道：“我啊，是政府资助的觉醒者，这里的人我都不认识，难免有些尴尬呢。说实话，我还担心跟不上学院的进度。”“佑汉，你认识这里很多人吗？”罗佑汉客气回应：“我是觉醒者家族出身，大概知道一些。”“这样吗？真厉害。”江奈贤眼里闪着崇拜的光。“那你能使用异能了吗？”罗佑汉眉间微微一皱，身体向后仰去，这是卸去防备放松的姿态。他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不清楚呢。”江奈贤看着他这副模样，暗自吐槽：“少装算了，你怎么可能不清楚？毕竟你可是这游戏的狂热玩家。”他必须尽快让罗佑汉对自己产生兴趣。想着，他双手一合，语气带着几分娇憨的请求：“哎呀，那你也教教我嘛。”罗佑汉显然不擅长应付女生，脸顷刻间涨红起来。可就在他即将成功时，入学典礼戛然而止。他的第一次攻略以失败告终，但伪装成小太阳人设的江奈贤很快便融入了班级，而原身是反派炮灰的罗佑汉
不出所料的落了单。他独自在角落复盘游戏剧情，现阶段实力孱弱的他无法单独行动，就算想接触其他觉醒者家族，也会因原主的黑历史碰壁，所以投机派肯定会从对他偏见较轻的 F 班开始攻略，而他的技能恰好是罗佑汉急需的输出位，只要他展现出能力，迟早会被他划进队伍。女孩心想，就先帮他刷声望好了。江奈贤挥手冲他喊道：“佑汉啊，你也来一起做吧。”投机派先是一愣，随即立刻了然，配合的上前自我介绍。凭借丰富的游戏知识，他很快就在新同学面前刷满了好感。女孩暗自腹诽，明明我问的时候还在装傻，现在见能刷声望就装热心肠，无耻的家伙！可别忘了是谁给你铺的路。第一堂课，在学习猎杀怪物前，老师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与怪物为敌？严格来说，我们要做的是剥夺生命的事，怪物也拥有智慧，说不定我们能成为朋友。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大部分学生从未深思，只觉得杀死怪物是理所当然。片刻后，老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因为他们大多以杀死人类为目标而行动，所以我们必须与之为敌。希望今后你们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江南贤其实并没有看完全部小说，只知晓一部分剧情，这也是他执意加入男主队伍的原因。他要守护在这个世界的家人，还清孤儿院的债务，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若为此需要猎杀怪物，他心甘情愿。而这是他的答案。如今已在男主面前混了脸熟，是时候规划下一步了。他打开属性面板，除了耐力稍高，其余数值和罗佑汉的一样拉胯，果然还是得靠升级提升实力。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弹出更新提示，一瞬间他被白光所包裹。原系统已激活，正在搜索主角，确认使用者与主角关系。恭喜你，已成功编入罗佑汉的故事。江奈贤将在小说学院的 F 级指挥官中登场。原系统是专为身为读者的他准备的，登场人物无法窥见，系统将根据他的出场频率、重要程度以及读者对他的反应与关注提供原点数，点数可用于强化自身。原来是因为接触了罗佑汉才触发了这个新系统啊！他点开商店，从改变剧情的道具到各种武器药水，甚至连属性都可以购买。他尝试购买了一把最便宜的武器，下一秒魔枪便真实的出现在手中。江奈贤心中狂喜，他终于也有外挂了。不过眼下还是先阅读下登场章节吧，果然是他读过的内容，但从现在起他将亲自参与其中。原作中，游戏男主宣誓要守护整个人类时，投机派当时的想法与他相似，一定要在这个世界好好活下去。与 F 班的同学交流时，他使用了洞察之眼。在礼堂，他曾提前确认过高年级的学生状态，除了主角所在的地班，其他班级并没有特别的人物。直到他发现了江奈贤，狙击手在攻略地下城时作用很大，他的能力值虽不高，但技能不错。罗佑汉暗自盘算，准备再观察一阵就把女孩拉进队伍。初期进展比他预想中顺利，头疼的声望问题也基本解决。接下来他打算去训练场寻找主角朴世宇。就在罗佑汉思索后续计划时，江奈贤突然抛来一个问题：你有弟弟妹妹吗？罗佑汉脸上挂着笑，眼底却毫无暖意。当然有，一个关系糟透了的家伙，因为这具身体是游戏里女主角的亲哥哥。看到这里，江奈贤怒了。登场章节中完全没提他白天帮投机派刷声望的事，并且罗佑汉还认为自己对他有好感，明明他是为了阳光人设才对这家伙友善的，真是个不知感恩的混蛋。他心里骂道。不过好在一切仍按预期推进，接下来就看读者的反应了。除了一些讨论外，竟然还有杀死江奈贤的恶评。他气得捶向系统面板，可也因此确认，这个世界真的像小说一样，正被其他人围观着。可比起这个离谱的世界观，更让他焦虑的是，这里升级获得的能力点完全随机，可能是1，也可能是10，就连属性分配都是随机的。也就是说，他一个狙击手，说不定会把点数全加到力量上，那不就是属性大翻车？那个混蛋投机者是因为爱这种破游戏才成为死宅的吗？吐槽归吐槽，他很快认清现实，想要提升能力，只能靠原点数，也就是满足读者需求，刷高好感度。那些追求虐恋与无限后宫的需求，让他只能改变原本的计划。他本想和投机派搞好关系，榨干人脉与资源后再独立，可现在为了收集大量原点数，他只能从普通伙伴朝着女主角的方向努力。为了这个目标，他不仅要维系好与投机派的关系，还得和主线角色逐个混熟。毕竟接下来的事件全都是朝着世界毁灭的方向发展，和那些阻止毁灭的英雄搞好关系，总不会有错。可他万万没想到，仅仅第2天，他们就得罪了游戏的女主角，也就是罗佑汉的亲妹妹。看着一副要锤死罗佑汉的原作女主，江奈贤发出哀嚎。为什么会这样啊？他妹妹是游戏中的原定女主，而他则是穿越进来的游戏玩家。虽然体内早已换人，可妹妹罗尤拉却毫无察觉，仍把他当成过去那个恶贯满盈的混蛋。这不，罗佑汉只不过出现在训练场，他的怒火就瞬间被点燃。你肯定又是来戏弄我的吧？投机派挂着一脸假笑。我是来训练的。训练？这话连路过的狗都不会信。躲在暗处的江奈贤听到这句台词，瞬间想起原作剧情，投机派故意惹妹妹生气，装作自己被欺负，之后被正义感爆棚的原男主朴世宇救下。一想起这段剧情，他就打心底里讨厌罗佑汉，但这是兄妹间的矛盾，他好像没必要参与。刚转身要走，就见罗佑拉似乎要动手。像你这种人，
根本没资格在这里训练。女孩立刻改变主意，虽说心里1万个不乐意，但为了赚元点数升级，只能豁出去了。她护在罗佑汉身前，我刚才一直在听，什么资格不资格的，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女主被这一出整懵了，你是谁啊？是不是不知道那个垃圾有多不堪才替她说话的？罗佑拉，原作里强势大小姐类型的女主，也是罗佑汉的孪生妹妹。江南贤对她不算了解，索性装作不认识。我是佑汉的同班同学，我不知道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但佑汉他不是垃圾，而且所有学院的学生都有自由使用训练场的资格。罗佑拉立刻反驳，那是以正当目的使用的前提下，训练场是用来训练的。江南贤心里认同着佑拉的话，嘴上却不能站他。在罗佑汉说自己也是来训练时，他磕磕绊绊的补充，他都说训练了。佑拉被气笑，你居然就这么信了他的鬼话？可不管佑汉说什么，你都一口咬定是谎言，是不是太过分了？这话让罗佑拉的表情瞬间沉下。你真的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吗？我知道。江南贤语气笃定，他第一印象看着有点冷淡，但聊起来其实很爱笑，也很亲切，不会因为出身而歧视人，还会主动分享知识。他是个值得一起努力的好人。罗佑拉彻底当机了，不是，你说的是谁啊？江南贤一抬手，是佑汉啊，看哥哥那副小人得志的模样。罗佑拉垂下头，他声音里藏着压不住的怒意，真可怜，被那家伙耍得团团转。投机派继续辩解，难道就没有我真的改变了的可能吗？垃圾，给我闭嘴！罗佑拉猛地抓住江奈贤的手，口中呢喃着，把训练场当游戏场还不够，竟然还这样玩弄单纯的人。下一秒，火焰燃起。不是，原作里他有这么生气过吗？你这个人还真是一点都没变。江奈贤被吓到炸毛，眼看罗佑拉的拳头就要轰向投机派，可罗佑汉不仅丝毫不惧，反而露出一丝笑意。果然下一秒就有人拦住了他，火焰被熄灭，一名高大的男生挡在他们之间。校规第1条第9项，除发现未登记地下城以及提升能力的上课时间外，禁止使用未经许可的攻击技能。来人正是原作中的男主朴时雨。你没忘记校规吧？觉醒能力不是为了伤害别人。罗佑拉涨红着脸，一把甩开他的手。我当然记得。说完便头也不回的走了。和原作一样，罗佑拉性格火爆，要不是朴时雨出手，恐怕他们真的要完。投机派马上抓住机会上前道谢，可朴时雨完全不上头。行了，别放在心上，我只是担心自己会被当作共犯受到警告才阻止的。可你明明可能会受伤，却还是特意帮了我们呀。江纳贤立刻开启阳光小狗妹夸夸模式，你真了不起，太有魄力了。朴时雨唰的扭过头，脸颊微红，没什么大不了的。两人对视一眼，心里同时冒出一个念头，这人是害羞了。女孩温软好听的声音再次响起，你就是这个时代践行良知的楷模，学院真正的骄傲。投机派马上跟团，未来最优秀的猎人，我们的偶像。朴时雨慌得后退一步，等等，可人在做坏事时怎么可能会停？受害人终于扛不住，一把捂住两人的嘴。别说了，冰山脸的原男主竟然这么不经夸。江奈贤只觉得欺负他太有趣了，不过也多亏了这一出，气氛轻松了不少。他顺势开启话题，时雨，你也是来训练的吗？我原本在训练场里，但感觉到附近有魔力流动，投机派自然的加入。魔力感知吗？那可是连猎人都很难做到的。真的吗？好厉害啊！刚才让火焰消失也是你的技能吗？不是，那只是个小技巧而已。熟悉魔力后就能轻松做到。朴时雨刚谦虚完，一旁的罗佑汉就拆了台，别被骗了，那可是相当难的技术。三人就这么聊了一路，直到朴时雨到宿舍楼前，才与他们告别。待原男主走远后，投机派突然开口，你今天来训练场是有什么事吗？差点忘了男主这边还没解决，他马上装成生气的模样，当然是来训练的呀，难道我看起来像第一天就会偷懒的学生吗？罗佑汉被他突如其来的靠近弄得一愣，脸颊瞬间红透，连话都说不完整。不是那个意思，那个大家通常第一天都会先休息的吧？可是佑汉，你不也出来了吗？江奈贤早猜到他会这么问，原作里今天本该只有朴时雨和罗佑拉出现，他肯定好奇自己为什么会在场，而他今后还要靠罗佑汉积累人脉，绝不能让他产生怀疑。说实话，我原本也没打算第一天就来训练，但多亏了你，我改变了想法。投机派一愣，因为对，刚才在教室里看到你主动帮助同学们解答问题，我就想着自己也得早点进步才行。想来想去，能做的也只有来训练场练习了。见罗佑汉神色微微松动，他趁热打铁，笑得一脸乖巧，这都是你的功劳呀。虽然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对了，你今天来训练场也是为了早点提升自己吧？佑汉，你真的很厉害呢。虽然不知道刚才那位女生跟你是什么情况，但我相信我眼里看到的佑汉是个好人。这一番话果然管用，罗佑汉脸上的怀疑彻底消失，还主动提出明天一起练习。江奈贤笑得脸都快抽筋了，但为了孤儿院的孩子们，这点辛苦算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自从第一天和朴时雨交换联系方式后，在罗佑汉的提议下，这位原男主3天前就开始和他们一起训练了，并且他的训练也十分顺利。投机派给了他不少建议，照这样发展，接下来要出现的地下城任务，他肯定能顺利加入。只是不知为何，从那天起，他总能感觉到罗佑拉的视线，而且那个强势的大小姐好像离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小狗妹终于迎来了战斗首秀。意外的是，小说中本该和原作男主搭档的反派，竟舍弃顶级战力，选择与他组队。就在江奈贤准备选取武器时，罗佑汉忽然拦住他：“左边的更好，你的职业反正所有枪械都有加成，今天就拿枪身短点的。”他清楚这家伙不会随口建议，便顺着他的意思，看看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拿到枪后，他转头望向对方：“佑汉啊，你装备选好了吗？”江奈贤这副无条件信任的软萌模样，让罗佑汉心情大好。当然，毕竟他的职业初始装备本就只有一种。武器适应性测试是预备猎人的第一场考核。朴时宇几乎瞬间就清空了所有标靶，动作流畅到连呼吸节奏都没乱半分。罗佑汉当即大声称赞：“真厉害，朴时宇！即便原作男主强悍至此，他眼底也没有半分嫉妒，只有纯粹的欣赏。不愧是主角，光属性简直是怪物级别，尤其是他的技能千兵万器，能让任何武器都像在指尖起舞般灵活操控。真想早点看到他拔出背后那把剑。”可与朴时宇擦身而过的罗佑拉却猛地瞪向他，眼神凶残到仿佛要噬人。不久前，他才刚和江奈贤分开。狙击手是最难养成的职业之一，耗时耗钱不说，成功率还极低。但对江奈贤，他有十足的把握将他打造成最顶级的远程输出。唯有一个麻烦，就是罗佑拉误以为他在玩弄江奈贤，只因穿越前这具身体的原主似乎严重伤害过别人，可他完全没头绪。罗佑汉这个混蛋之前到底做了什么？如果不尽快解决，别提刷好感度了，他说不定会死在罗佑拉手里。输出位测试结束，紧接着是坦克，最后才到辅助。罗佑汉虽在辅助位，可对着不能动的标靶实在觉得无聊。他举手提议：“助教，我请求变更判定方式。”他的职业是指挥官，顾名思义，是制定战术，把战斗导向有利局面的辅助。但在输出至上的异世界，这个职业因不能在前线战斗而名声不佳，但却是能撼动整个局势独一无二的职业。游戏玩家可以在攻略里了解到这些常识，但这里的人却没有那种认知，那就由他来展示给所有人看好了。指挥官究竟是何等重要的职位？助教觉得这提议新奇，便同意将测试改成对战。一听是罗佑汉找对手，盾兵们竟争相抢夺对战名额，只为了揍他一顿，甚至有人扬言要宰了他。没想到你还挺受欢迎的，助教调侃。罗佑汉干巴问道：“对手能由我自己选吗？”得到允许后，他立刻看向地板，那个大块头，就你了。蓝毛咧嘴一笑：“很自信吗，少爷？本来靶子就是越大越好打啊，你这个混蛋！”无视蓝毛的怒骂，他冲助教点头：“我选好了。”轮到选队友时，所有人都以为他会从地班挑同等级的强者，可罗佑汉径直走到了江奈贤身后。罗佑拉和朴时宇瞬间变了脸色，因为 F 班和 D 班整整差了2级。江奈贤满脸担忧：“佑汉啊，真的不要紧吗？”他抬手摸了摸女孩的头：“相信我。”他没告诉江奈贤自己是故意选 D 班对战的，不过女孩这副为他忧心忡忡的模样实在太可爱了。想着他走向蓝毛，对方嘲讽：“辅助不就该躲在后面晃悠吗？”罗佑汉默默开启洞察之眼，眼前这对手虽比不上朴时宇，但在 D 班已是上游水准，很优秀，这正是他要找的对手。没得到回应的蓝毛恼羞成怒，率先发起攻击。就罗佑汉这种纸片人的身板，只要被打中一下，对抗赛就结束了。可那得是能打中的前提下。罗佑汉轻松侧身躲开攻击，蓝毛先是一惊，随即怒骂：“像老鼠一样的家伙！”他勾起嘴角，笑容里满是邪气：“你实在太慢了。”对方被气得青筋暴起：“你这家伙，刚才只是运气好罢了。”罗佑汉与蓝毛的敏捷都是只有来，可对方穿着沉重的护甲，动作难免迟钝一些，但只是这么一点差距就足够了。他要往哪里打，要怎么行动，他早就用洞察之眼看透了，躲开这些攻击简直易如反掌。不一会，蓝毛的耐力值就见了底。罗佑汉故意挑衅：“结束了吗，大块头？”这轻佻的模样再次激怒对方，他嘶吼着：“我要杀了你！”疯了似的冲向他。罗佑汉灵巧闪过，语气戏谑：“哎呦，真可怕！不过你该不会忘了什么吧？”对方这才猛然想起，罗佑汉还有个队友，可为时已晚。一道精准的射击命中了他的右手。罗佑汉望向江奈贤，眼底里满是赞赏，射击熟练度果然比他想象的高。只是政府补助的觉醒者应该没有碰过枪，难道是天赋？不过现在还没时间考虑别的，他暂时压下疑惑，转头继续挑衅：“怎么，刚才不是说要杀我吗？”蓝毛的眼神彻底变了，而他等的正是这一刻。盾兵的终极技能狂暴化，若是他和江奈贤单独对上这个技能，恐怕拼到死也破不了对方的防御。但只要有江奈贤的机械加成，再配上他的强化，结果就会完全不同。狂暴化的蓝毛裹挟着如同毁天灭地的能量冲来，与此同时，江奈贤也进入了技能加持状态，在他的强化下，即便只是 F 级，也能越级击败 D 级，这将会是他的胜利。可战斗却戛然而止，助教制止了他们的攻击。够了，到此为止，对指挥官的考核也足够了。江奈贤放下枪，一直提着的心终于落下。这个混蛋果然一开始就计划好了，所以才会帮他选武器。提前说一声会死吗？他记得小说中跟罗佑汉组队的是朴时宇，到底哪来的自信交给他打 D 级？真是个赌狗加受虐狂。察觉到罗佑汉的目光，江奈贤猛地回神，现在可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他立刻扑上去，给了罗佑汉一个大大的熊抱，语气雀跃：“佑汉啊，我们赢了D 班呢，这全都靠你的战术。
现在轮到他收割原点数了。可罗佑汉却忽然僵住。江南贤很快察觉到不对劲，等等，这震耳欲聋的心跳声是怎么回事？这家伙该不会纯情到跟女生碰一下就受不了了吧？他是南平后宫文里的绝对男主，此刻却被一个拥抱定在原地。女孩发现他竟如此纯情后，报复心瞬间涌上，就这还敢动不动就摸他的头，直到助教轻咳一声打破暧昧。在四周的起哄声中，他才红着小脸从他身上挪开，心里暗叫糟糕，戏弄这家伙实在太有趣了，一不小心就玩过了头。看着系统里新增的原点数，本该开心的他却莫名生出一丝别扭的厌恶感。好在这次测试的评论还算不错，眼下就只剩入学那天罗佑汉的视角没看了。他压下羞耻心，点开那段剧情。入学当天，主角朴时宇在训练场遇见罗佑拉，这是原作游戏的第一个剧情事件，他已经看过上百遍了。最初他本打算插进他们的剧情，和朴时宇打好关系，可眼前这道茶色的光芒是什么？江奈贤，游戏里根本没登场过的角色，这家伙为什么会站在他这边，甚至还想在罗佑拉面前保护他？他心中涌起一阵奇怪的感觉，毕竟他一直以来只受过敌对的视线。不过好在，因为他的加入，顺利把朴时宇引了出来。要说有什么问题，那就是原作剧情被改变了，他必须弄清楚这个变数出现的原因。可看着这个长着狗狗脸的女孩故作生气的模样，他竟觉得有些可爱，还一不小心就顺着他的话说了下去。难道他真的是来训练的？如果他不是变数，那变数难道另有其人？就在他思绪混乱之际，江南贤突然说出了意料之外的话：等等，这么说的话，难不成那个变数是他自己？因为他采取了不同的行动，才影响到了江奈贤这个角色。女孩眼中写满了信任，仅仅因为一点善意就全然相信他，甚至还站出来对抗罗佑拉，真像个傻瓜。可是这种被信任的感觉还挺不错的，甚至让他觉得或许可以试着相信一次别人。不过该说的还是得说清楚。对了，刚才那个女生是我妹妹。果然，这次的评论几乎都在讨论她，只是和朴时宇同框的片段全被剪了，也不看看他们能聊得那么熟是谁的功劳。幸好得到不少原点数，足够用来升级属性或技能了。只是现在就加点的话，拥有洞察之眼的男主肯定会发现，还是等升级时一起提升比较好。算下时间，罗佑汉差不多要去第一个副本了。通过武器测试后，第二日就有同学买了专属武器，他们之前用的都是学院制式武器，这类武器攻击力不高，只适合校内训练，中规中矩，毫无亮点。但他们将来要去的地方是关乎生死的战场，所以带有属性效果的专属武器是必需品。换做正常人都会想方设法追求专属武器，可罗佑汉看向江奈贤，尤其听到女孩说制式武器也很好用时，忍不住无力地叹了口气。居然说这种话，果然是没钱买专属武器吗？也该去拿第一个隐藏碎片了。他走到女孩面前，江奈贤，我要去趟武器店，一起。看女孩毫无防备的答应，罗佑汉心想，就让你欠我一个人情，然后签订契约吧。完全不知道我什么心思，还这么高兴，真有点过意不去。可罗佑汉却不知女孩也在算计他。江奈贤等的就是这一刻了。投机派的武器店同行题，代表他入选队友，成为他养成计划里的一员。他感激还来不及呢。就这样，两人都以为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即便做好了心理准备，江奈贤仍被武器昂贵的价格吓到了。罗佑汉笑着解释，因为这些是觉醒者专用的武器，看时机已到，他立刻开始了表演。先轻叹一声，表现出一副为钱发愁的模样，又马上摇了摇头，要往努力积极的方向想，最后扬起脸宣布，我要努力攒钱。看女孩充满干劲的样子，罗佑汉笑得一脸意味，大手又习惯性地揉上了她的头。真懂事。江奈贤忍耐着，这混蛋不要老摸她的头好吗？真想扑上去咬她几口，可男人下一句话就让她瞬间喜上眉梢，说不定会比想象中更快得到呢。她装作没听懂的样子，是啊，我得加油才行。不过佑汉，你是来买什么的？不好说，先看看枪吧。说着，他拿起一把枪仔细查看，带连射技能，是多发子弹从一个枪口扩散射出的吗？狙击手靠的是精准度，所以这种连射的技能反而是减分项。即使是同样的技能，细节特性也会因为觉醒者不同而有差异，所以武器附带的技能得仔细看。江奈贤认真记下，这都是干货。他蹲下身，指着角落里一把不起眼的白枪，这个怎么样？是专门强化弹药的类型，挺不错的。好，就给你买这个了。给我？为什么啊？小狗妹虽一脸茫然，心里却已经开始感谢他了。佑汉啊，钱不能这么乱花的。却不料男人突然邪魅一笑，可不是白送的。我没什么能回报你的，该不会要我的器官吧？罗佑汉被他逗得笑出了声。江纳贤对这种羞耻程度已经免疫了，尽管笑吧，连他自己都觉得这话好笑。不想对方突然凑近，不是那样的，只是想拜托你一件事。其实我需要你的技能。他顿了顿补充道，详细情况等你答应后再告诉你，但我至少能保证不会让你陷入危险。来了，这不就是女主必须具备的正向价值观吗？他一脸正色，是不伤害人的事吗？仿佛被他感染了一样，罗佑汉也认真起来，是对人有帮助的事。好，那样的话我答应你。他紧紧抱住刚到手的枪，心里感慨万千，这是他的专属武器了。如果是这种报酬，今后请尽管利用我吧。不久后，江纳贤拿到了一份极其不平等的条约，
怎么看这都是针对他的算计，可他偏偏乐意，只要能拿到枪就行。见他签下，罗佑汉一副钓到大鱼的表情，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他收起合约，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关于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学院内固定的地下城。为了拯救被哥哥哄骗的单纯少女，原作女主径直找上了小狗妹，可女孩却不知，她哥哥体内早已换了人。罗佑汉以赠送武器为由，哄江纳贤与他签订攻略地下城的合约。就在两人都暗自得意自己占便宜时，罗佑汉的妹妹找上了门。她径直走到江奈贤面前，狠狠瞪了罗佑汉后，对他说出去聊聊。在投机派事不关己的笑容中，他忐忑地随这位大小姐走了。江奈贤本以为会迎来佑拉的怒火，没想到女孩只是满脸忧伤地望着他，轻声说自己无法相信哥哥会变好。原来罗佑汉的原身是个肆意玩弄人心、热衷操控他人的混蛋。江奈贤这才意识到，为什么大家对他的态度已经不是简单的讨厌，而是仇恨的程度了。他惯于花钱收买和把人当成工具，只有过一次例外，就像对待现在的他一样，曾花尽心思接近一个人，等对方彻底依赖他，对他言听计从后，切断了那人所有的人际关系。因为那孩子太过单纯，最终绝望离世。佑拉的声音带着颤抖，他垂下头，满是愧疚。我就这样失去了朋友，抱歉。我调查过你的情况，是即便被家族赶出来的罗佑汉也能轻易掌控的艰难状况。我才是真心希望他能改变，因为我不想再看到有人因他而死了。原作中并未详细提及罗佑汉的过去，所以当本该被退学的他突然成为学院风云人物时，无法接受的罗佑拉让很多读者觉得他固执刻薄，而这背后居然藏着如此沉重的过往。可是他又不能说出罗佑汉已换了人，而且那家伙从刚才就跟了过来。既然有那样的因果，他与罗佑汉的关系等于触碰了罗佑拉的逆鳞，所以他才如此烦恼吧。可他又无法远离现在的罗佑汉。许久，江纳贤才温声开口，我知道你很难相信他会改变，我现在也无法证明这些。你说调查过我的情况对吧？我见过太多太多，就算死也想拼命守护着某些东西的人，因此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眼神是什么样的，就像你现在的一样，所以我没办法认为你在撒谎。他知道这位看似强势的大小姐内心其实柔软又善良，所以他不想佑拉这样横冲直撞到最后独自受伤。可是如果我见到的佑汉是装出来的，那该有多难过啊！所以我想试着相信他，相信佑汉不再是会伤害别人的人。那么这次换佑拉你来保护我怎么样？如果佑汉真的没改变，就由佑拉代替我去教训他，但如果他真的变好了，我们就一起劝他真心悔过，到时我也会一起的。佑拉失声道，你是傻瓜吗？那个原作中傲娇到不可一世的大小姐此刻却红了眼眶，眼泪不争气的掉了下来，把这么傻的话说得理直气壮。你真是太天真了，这么轻易就相信别人。江奈贤笑得越发温柔，有这么坚强又聪明的佑拉为我担心，我真的很开心呢。佑拉擦掉眼泪，好，就交给我吧，我会保护内贤同学的，因为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江奈贤暗想，或许投机派占据了罗佑汉的身体反而是好事，因为就和佑拉希望的一样，罗佑汉再也不会害人了。无论如何，这已经是他能想到的最佳解决办法。佑拉挥舞着拳头，说要在哥哥的魔爪下保护他。江奈贤看他这干劲十足的模样，心想他是不是太过兴奋了？不过无所谓了，他笑起来这么好看，只要他能开心就好。前方传来脚步声，江奈贤定睛一看，是罗佑汉，他装作不经意偶遇的样子。江纳贤立刻上前提醒，让他记得放学后去修炼场，但没想到佑拉也一同要去。投机派挑了挑眉，你要跟我一起修炼？才不是！佑拉一把将江奈贤拉进怀里，我是要保护内贤同学，是和他一同修炼，你可别想耍花招。在罗佑汉怪异的目光中，佑拉与他约定放学后见面，便转身离开了。投机派的声音带着说不出的酸味，又像是试探，你们便亲近了吗？关系真好啊。江奈贤心中盘算，还是先装作不知道吧。他笑着回应，佑拉本来就是个好孩子，按设定他此刻应该不知道被跟踪，还是等确认罗佑汉的视角后再处理这件事比较好。等他们推开教室大门，两人才猛然想起他们上课迟到了，偏偏还是这位最严厉老师的课，一起迟到。你们胆子可真不小，来说说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来。对于罗佑汉原身罪恶的揭晓，以及他对原女主的处理方式，江纳贤有预料会得到读者的好评，但没想到原点数整整翻了1倍。不仅如此，还开启了新功能，可以通过登场部分查看故事的碎片。当他点击后，画面切到了罗佑汉的视角。僵立许久的他，在听到内贤的话后，猛然回过神。女孩的话语既没有否定罗佑拉的请求，又仿佛将过去的罗佑汉与现在的他彻底区分开来。那家伙根本不知道罗佑汉已经换了人，却还说相信这样的他。罗佑汉的心头就像被压了一块石头。在罗佑拉说江奈贤是个傻瓜时，他第一次认同罗佑拉的话，愚蠢天真容易被利用，这是他过去对江奈贤的看法。是因为在游戏世界吗？现实里绝不会有他这样的人。他望着随风飘舞的落叶，透过树叶缝隙洒落的阳光，以及那光影交错间闪耀夺目的瞬间，低声呢喃，谢谢，谢谢你愿意相信我，谢谢你看见现在的我。因为江奈贤，罗佑汉第一次感受到全新的情绪。这个世界和他所在的现实世界截然不同，实在太过美丽。树上的猫儿女微微晃动着尾巴，眼神中满是兴趣。原来偷听的人不止一个，
操控风的混血猫兽人应该是崔秀晶，怪不得他和佑拉说话时连风都吹得很应景。按原著的进度，期中考试后他才会对投机派产生兴趣。真不知道这么早登场是好是坏。这时，罗佑汉突然走到他身边，小声吐槽：“学校竟然会因为迟到而罚扫除，离下课还有点时间，要不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江纳贤立即决定，现在就和他说清楚佑拉的事。那个佑汉，其实我听说了你以前做过的坏事，但是就算那些都是真的，我也想相信现在这个温柔的你，所以我拜托佑拉也看看你改变的样子。这番话恰好解释了刚才佑拉的反常举动。罗佑汉的反应却有些平淡，就这样。他点点头，真是的，我还以为妹妹总算关心哥哥了呢。不是，佑拉她一直都很关心你的。罗佑汉摆手，只是关心负面消息罢了。这时，本要离开的他突然停下，竟又折返回来。他带着疑问看去，罗佑汉居然弯腰向他压来，直到两人靠得极近，江奈贤的心跳瞬间加速，这也离得太近了吧。原作中的最强小队终于集结，第一场配合战即将打响，但我们的小狗妹却不大开心，因为罗佑汉总对她做一些多余的事。就像此刻，男人忽然轻身向她靠近，两人距离近的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不料下一秒，他原本伸向她脸颊的手骤然调转方向，径直落在了她的头顶。他又被摸头了。佑汉啊，你这是干什么？男人低笑一声，语气带着宠溺，真是可爱。江南贤整个人都不好了，把这烂到家的撩人把戏给他收起来行吗？可为了维持阳光小狗的人设，他还得强装出一副娇羞模样。老师，请赐予他超强的忍耐力，让他不要对投机派挥出拳头吧。下课后，他们按约定来到了修炼场。罗佑拉和朴诗雨早已等候在此，大小姐依旧毒舌不减。那些同学旁边好像粘着什么垃圾。罗佑汉一愣，不是在说我吧？哎呀，垃圾居然还会说话，关键时刻还是诗雨出面。都到齐的话，我们就去训练场吧。这时，他突然发现佑拉背后粘着什么，看到是几根红色的头发后，佑拉抓狂，那只臭猫。可当他追问是什么猫时，佑拉却慌张的掩饰。能让佑拉如此厌恶的猫，除了崔秀晶别无他人。果然，猫女就在附近。她刚一落地，佑拉就炸了毛。你来干什么？啊，我在找一起训练的人，正好看到熟悉的面孔。别看我这样，我可是一直很认真训练的。佑拉脸上明晃晃写着不信。江奈贤虽认同佑拉的想法，但人设不能崩。他上前一步，笑着说道：“当然可以。”石宇随即附和，毕竟同伴越多越好。怎么了，妹妹？你不也是半路插进来的？再多一个人也没什么问题。罗佑汉的那点心思就差写脸上了。他看向猫女，名字是崔秀晶，你是罗佑汉吧？适应测试实践过，所以我知道。说完，秀晶突然一把抱住了罗佑汉，今后还请多指教。小狗妹瞪大双眼感叹，不愧是女主角人选，真大胆啊。不过秀晶的目光怎么一直在自己身上打转，而被抱住的罗佑汉早已僵在原地如同石化。还好诗雨再次出面，我知道你很高兴，但训练的路上希望你能稍微收敛点。猫女笑着松开手，我在开玩笑啦，看看还是我们原作的男主靠得住。不料猫女话锋一转，抱歉啊那些啊，不用向我道歉。秀晶眨了眨眼，你和佑汉不是在谈恋爱吗？站在远处的佑拉瞬间竖起耳朵，他双眼喷火，嘶吼着开始放大招。是谁和谁恋爱了？鸡飞狗跳过后，几人终于来到训练场，由朴诗雨设置传送门开启模拟战。他提议从突出型传送门开始，罗佑汉却坚持要去固定型。那个固定型本来就比较罕见，既然人员已经备齐，训练怪物巢更有意义。罗佑汉忽然看向江奈贤，可有人是第一次接触传送门不是吗？这话听着像是在担心他这个新手，可实际却是他为了获取隐藏碎片，想提前训练他熟悉地下城。异世界的传送门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必须消灭所有怪物才能关闭的突出型，另一种是内部存在地下城的固定型。固定型时常能产出隐藏碎片奖励，而熟知剧情的投机派计划只攻略主线地下城收集碎片，但塔的附近多为突出型传送门。真正威胁世界的正是其中的怪物巢。随着世界毁灭的剧情推进，突出型传送门的爆发范围也会不断扩大，阻止这一切正是猎人们的职责。所以正如石宇所说，没必要执着于固定型。这是江奈贤第一次没有站在投机派那边。那个是说突出型训练吗？我没问题。佑拉语气担忧，真的没问题吗？当然，按原著发展，投机派今晚就会通关地下城，他本就是意外加入的，根本影响不到他的计划。而且以他现在的实力，若想真正成为小队的一员，必须拼尽全力。为了这个目标，他连女主角都模仿了，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就算不行也得行。这时，一股异样的视线传来，江奈贤抬头望去，只见石宇站在背光处，神色不明地注视着他。内贤，佑拉的声音突然响起，要开始了。等他再次回头，石宇已经转过身去，他还以为对方有话要说。随着模拟训练加载完成，训练场瞬间变了模样，怪物巢正式开启。大批怪物从天空和地面蜂拥而出，一道流光闪过，某只怪物头顶的晶核被瞬间击碎。虽是模拟战，却与真实的怪物巢几乎别无二致。罗佑汉颇为意外，没想到江奈贤能一枪命中飞行怪物的核心。虽然不是固定型副本有些遗憾，但或许这次训练他可以多些期待。依照罗佑汉的指挥，众人站好阵型，
右拉率先发动攻击，他高高跃起，火焰在右拳凝聚，力后狠狠砸向下方的防御型怪物，装甲瞬间粉碎。他刚向后跃开，江纳贤的攻击便接踵而至，子弹精准击破怪物晶核，一声巨响后，怪物轰然倒地。右拉也已回归队伍，真够猛的！罗右汉跟着兴奋起来，他再次下达指令，下一个魔法师用风系魔法驱赶怪物。就这样，猫女负责牵制，江纳贤配合他与右拉完成最后一击。很快，四周的怪物便被清理殆尽。罗右汉扬起嘴角，这次训练比他预想的顺利得多。拥有大范围攻击能力的崔秀晶，单次伤害强悍的罗右拉，依靠强化技能能兼顾主力输出与辅助的江纳贤，三人明明没有磨合过，却配合得异常默契。而且他看向朴时宇，那个人更是能以一敌众。才几日不见，他操控千兵万器的技能愈发熟练，真是个怪物。说实话，这次训练远超他的预期，依靠这些人直接组队完全可行，只要他好好培养江奈贤。哎呀，很厉害吗？大家按照右汉的指挥配合的真不错，说不定能打破最快通关记录。第一阶段都没结束，现在安心还太早。通常情况下，应对怪物潮需要多个队伍联合攻略，毕竟怪物数量绝非单个队伍能够应付。突然，一只怪物挣脱猫女的束缚，径直朝后方的江奈贤冲去。江奈贤立刻举枪射击，可子弹命中晶核后竟被弹开，他这才惊觉自己的魔力已经耗尽了。罗右汉瞬间变了脸色。三人小分队开始攻略地下城，小狗妹即将迎来新的蜕变。猫女的失误让本胜券在握的战况急转直下，江奈贤魔力耗尽，眼看无法阻挡怪物。一旁的罗右汉瞬间挡在前方，用魔力撑起护盾，但刚用过强化技能的他，剩余魔力根本支撑不了多久。右拉被怪物死死拖住，就在护盾即将碎裂的刹那，道裹挟着浓烈魔力的身影疾驰而至，一剑斩杀了怪物。是朴时宇及时赶到。随着怪物消散，系统提示音骤然响起，下集都市副本开启第二阶段。罗右汉松了口气，不愧是男主，这可怕的反应速度。右拉第一时间奔向小狗妹，关切地拉她起身，可罗右汉已立刻调整了作战计划。第二阶段排除无法战斗的江奈贤，改为三人输出阵型，朴时宇在前吸引仇恨，崔秀晶、罗右拉在后支援，各就各位。第二阶段马上开始。江奈贤一时无法接受，那个右汉，我还能战斗，你的魔力已经耗尽了，现在派不上用场，休息吧。在制定战术上极度理智的罗右汉，并没有注意到江奈贤的异常。他虽然有魔力药水，但认为在模拟战中使用太过浪费。念头刚落，第二阶段已然开启，罗右汉进入指挥状态。罗右拉先控制住突击型的前卫，时雨一次性处理掉小怪，小心左侧怪物聚集。然而他们还是陷入了苦战，少了江奈贤的辅助，崔秀晶负责的区域率先出现溃败迹象。虽然不甘心，但结果已成定势，他们还是失败了。好可惜，再坚持一下就能过第二阶段了。右拉气急，还不都是因为你被突破，内贤同学才判定死亡的。罗右汉插嘴，我也跟着死了好吗？小狗妹红了眼眶，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大小姐顿时慌了神，不是，怎么能怪内贤同学呢？反而多亏了你，我们才能撑那么久。石宇也连忙附和安慰，没错，很难相信你是个新手。只有罗右汉默不作声。猫女突然压低了声音，那孩子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天赋吧？这么天真，很容易被人利用啊，你说呢？罗右汉轻笑，目光投向不远处的江奈贤，嘴上说着谁知道呢，心里却早已盘算，当然要好好利用了。理论上以他的数值，应该在第一阶段上半场就耗尽魔力了。他的百发百中是提升命中率的被动技能，可即便被动，也会根据命中率修正程度消耗魔力，再加上他还连续使用附魔子弹，正常情况下根本打不了几枪，可他偏偏撑了那么久，久到他都忘了关注他的魔力余量。这只能说明江纳贤本身的命中率高到离谱，以至于百发百中几乎不耗魔力，这就是纯粹的天赋。到底为什么这样的家伙在主线剧情里没登场过？不管怎样，他意外发现了一块璞玉呢，今晚注定值得期待。前辈，罗右汉忽然对猫女改了称呼，请问你对真的传送门体验感兴趣吗？他在观察江奈贤的同时，江奈贤也在留意他，看来这家伙今晚就打算把猫女拉进传送门了。不过话说回来，他的数值果然有问题，居然这么差，没有魔力的子弹连怪物核心都刮不出痕迹，别对结果有压力。朴时宇的声音突然响起，见江奈贤愣住，他又补充，正因为不知道实战会遇到什么，才需要通过训练应对，而且要是用了魔力药水，你肯定能撑更久。他蓝色的眼眸没什么波澜，却莫名让人安心。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右拉也立刻凑过来安慰，对，魔力在升级后就能提升。内贤同学的实力完全没问题，他本是为了人设才假装沮丧的，但他们却在真情实意地安慰着自己，真是善良。和某个投机者比起来，简直天差地别。老实说，当时他并非毫无动摇，即便现在过度使用魔力的双手还在忍不住颤抖，但没关系，只要今晚能通关传送门。女孩猛地站起身，没错，要努力升级才行。江奈贤恢复了笑容，一起加油吧。深夜，女孩从灌木中冒出，果然门禁就是个摆设，难怪原作里主角团一到晚上就到处乱跑。下午散队后，罗右汉告诉他猫女会加入到副本攻略，秀晶也要去。没关系嘛，
罗佑汉点头，刚签订了契约，他不会成为累赘的。小狗妹一愣，随即涌上一丝失落。啊，也是，累赘的话，应该是我吧。别担心，这次的攻略你才是核心。见他如此没自信，罗佑汉轻叹一声，跟你说了别担心，相信我。轻轻抚摸他的头后，江南贤脸颊泛红的点了点头。果然，他是喜欢被摸头的类型。该死的！看着这段登场剧情，江南贤心里火气直冒。他一点都不想回忆起被摸头的情节，因为只能阅读自己登场的故事，所以他看不到罗佑汉对秀晶说了什么。但应该是用秀晶的秘密来诱骗他的。至于秘密揭晓前，他还是装作不知道好了。不过，就连读者怎么都和罗佑汉一个想法，总有一天，他要把那混蛋的手腕扭断。等他点开下一段登场剧情，那家伙的内心活动更是让他气炸。江南贤好像很在意，一直偷偷往这边看，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江南贤不知所措，快要哭出来的表情，每一句都足以让他立刻去崩了罗佑汉。评论开始有偏向崔秀晶的言论，不过没什么，他本就是奔着配角去的。可紧接着，他就被另一种评论惊到了，怎么还有人磕他和罗佑拉？随着重要角色陆续登场，读者的视线不再过度集中在他身上，这对他来说固然是好事，但也意味着能赚取的原点数会减少。所以，为了从今后登场的女主们身上收集更多点数，他必须向读者展示更多闪光点。江南贤决定把他的未来定位成被投机派发现的璞玉。回忆到此，真正的副本终于到来。可意外的是，罗佑汉竟安排他在副本外狩猎。固定型传送门的怪物只能在副本内活动，看不到外面的人类，但人类可以自由出入。这次的作战计划是，他和秀晶在副本内吸引怪物，江纳贤在外面负责狙击。来，把手给我。罗佑汉将满满一把魔力药水放进他掌心，他眼神笃定。我说过，你才是今天攻略的核心，所以这次不用担心魔力，放心大胆的战斗吧。小狗妹的实力终于迎来质的飞跃，可罗佑汉偏在这时得罪了猫女，甚至险些命丧其手。为了让江奈贤快速升级，罗佑汉带着猫女闯入副本引怪，让身为狙击手的他在入口处蹲守。一进副本，猫女便用魔法将他一同拽向空中，手法堪称粗暴。当然，他是故意的。顷刻间，怪物蜂拥而至，因为他提前准备了诱饵。罗佑汉捏爆一级杀虫的核心，副本内的怪物瞬间变得更加狂躁。女孩依旧保持着超神的射击水准，一枪一个爆掉晶核。可随着怪物源源不断的涌现，她马上意识到投机派在背后搞鬼，这个狗东西自己不费力气就随意乱来。没过多久，就连副本入口都被怪物挤得水泄不通。他们虽无法冲出，但嘶吼声狠狠冲击着江奈贤的耳膜，唤起了他不愿回想的过往。那时他还小，怪物多普勒入侵贫民区，当地武装人员奉行宁可错杀1000，也绝不放过一个的政策，就连无辜的普通人也惨死在同胞之手。沙兔一只接一只倒下，江纳贤咬紧牙关驱散杂念。许久之后，附近的怪物终于清剿干净。佑汉、秀晶，江奈贤的声音传来，两人循声望去，罗佑汉瞬间瞪大了双眼。江奈贤的成长竟远超他的预期，15级狙击手，敏捷与魔力双双提升至 C 级。罗佑汉就像是傻了一样。小狗妹摆摆手唤他，佑汉。女孩心中暗自得意，高兴吧？这可是我倾注大部分原点数的效果。看自己培养的雏鸟，突然拥有了职业猎人级别的敏捷和魔力，感觉不错吧？他装作关切的模样问道：怎么了？是不舒服吗？要不今天就到这里？罗佑汉这才猛地回过神，他一脸的兴奋。我没事，收拾一下，马上去副本内部探索。地面上散落着密密麻麻的怪兽晶核，他们将怪物尸体收集到一起。内贤，你获得背包技能了对吧？猫女突然问道。是啊，你怎么知道？其实我能看到属性面板，他骗你的。罗佑汉拆穿，所有觉醒者2级后都会自动解锁背包技能，真神奇。那容量有多大呀？这不是大小的概念，以1级为基准能放入10种物品，每种100个。顺便说下，我的背包是10级，所以能放入100种物品，每种1000个。好厉害！女孩嘴上夸着，心里却吐槽，这不就是只把背包练到10级的传说级废柴属性吗？罗佑汉突然正色，怪物尸体可以整个放进背包，我会拿到交易所出售，之后跟大家平分收益。原来他打的是这个主意。一行人很快来到副本深处，有猫女的魔法加持，他们避开了不少陷阱。没多久，一个传送口出现在眼前，这和江奈贤在原作中看到的截然不同。原作里只需走到这里拿到道具就结束了，看来是罗佑汉在游戏中触发过隐藏任务。这时塔内突然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继续试炼吧。栖息于塔中拥有勇猛野兽血脉的后裔们。江奈贤瞬间反应过来，罗佑汉这是在利用崔秀晶，而这正是猫女的绝对雷区。果不其然，秀晶当场要求退出副本。江奈贤刚想打圆场，就见罗佑汉不知死活地说，这一切都在我预料之内。这话瞬间点燃了猫女的怒火。预料之内？后辈，你脑子就这么不够用吗？我还以为你挺了解我的情况，我了解你的血统，也知道你的过去，所以才把你带到这个副本。罗佑汉还在火上浇油，江奈贤急得只想捂住他的嘴。果然，秀晶的怒火更盛。原来你想死在这里？那个，等一等，比起互相争斗，先出去整顿事态不是更优先吗？出不去了，
事件已经发生了。这个游戏中毒的疯子，他以为自己还是那种随便就能复活的角色吗？就在猫女发动魔法，眼看就要除掉他时，罗佑汉再次开口：“你要是现在杀了我，江南贤和前辈你也会一起死在这里。这里是野兽的神殿，是塔内兽人们接受试炼的地方，难度根本不是现在的我们能轻易通过的。但我知道攻略方法，前辈你不是有必须活着的理由吗？”尽管依旧怒火中烧，猫女还是撤掉了魔法。那你打算怎么做？罗佑汉见计谋得逞，指了指前方：“你看到那扇门了吗？接下来要去的迷宫就是下一关。”猫女最终妥协，后面的路程基本都由罗佑汉带路。他升级后解锁了共享视野，能直接看到江奈贤的视角。凭借他的千里眼技能，远处的陷阱提示，甚至兽族的文字，他都看得一清二楚。江奈贤一边夸他厉害，一边暗自腹诽：这家伙除了吃饭睡觉，怕不是都在打游戏吧？这时他注意到身后一脸烦闷的猫女：“那个，我该怎么称呼您呢？”“随便叫就行，我不在乎这种小事。”“那前辈怎么样？”猫女笑着应下：“佑汉这次做的事，算是坏事吧？按我的标准算是。”小狗妹再次放低声音：“那以后我帮您教训他，佑拉也会一起帮忙的，所以请您不要太担心了。”这番话成功取悦了秀晶，她大笑起来：“哎呀，你是在担心我吗？真可爱，谢谢了。那等你和佑拉教训那家伙时，也带上我吧。”小狗妹果断答应，毕竟死道友不死贫道。闲聊间，三人抵达了副本最深处的奖励室。原来这里的奖励只有拥有兽人血脉的人才能拿走，而这份奖励正是小说主线剧情的关键道具。见秀晶顺利拿到道具，投机派的中二属性再次爆发。可还没等他怪笑两声，猫女就直接把钥匙砸到了他脸上。江奈贤赶忙捡起钥匙：“佑汉给你。”与此同时，副本的出口也一同显现。他惊讶道：“原来出口就在奖励室后面啊！一般副本都是这样的。那今天的攻略就辛苦。”话还没完，他就被猫女一把抓住领口：“后辈，你该不会忘了刚才故意挑衅我的事吧？”小狗妹的眼泪让男人瞬间慌了神，他慌乱上前，却不知该如何安慰。把这里单纯当成游戏世界的罗佑汉并不知道，女孩为了活下来，在这个吃人的世界里拼命努力了多少年。这还要从上次副本说起，因为罗佑汉的一再利用，彻底惹怒了猫女。面对死亡威胁，他却丝毫不慌。“我还有一件事需要跟前辈交易，你又想搞什么鬼？”猫女的语气满是警惕，然而她接下来的话却让猫女瞬间僵在原地，周身的束缚魔法也随之消散。她最终咬牙答应，只是罗佑汉居然用道具屏蔽了声音，导致江奈贤并没有听到他们交易的内容。第二日，小狗妹一踏进学院，就收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原来他们昨天成功通关副本的消息已经在学校里传疯了。罗佑汉摆着一副国王的架势，见他来了便扬声道：“学院那边说了，看在通关的份上，半夜溜出去这件事就算了。啊，对了，还有笔账。”话还没完，教室大门就砰的被撞开。“罗佑汉，你这个混蛋，马上给我出来！”他还不知死期将至，一脸得意：“我在这的妹妹，是不是对哥哥隐藏的实力感到佩服？”回答他的是佑拉的铁拳。小狗妹心中欢呼：“我们佑拉真棒，你居然敢在半夜强行把那贤同学拖去传送门！”罗佑汉想辩解不是强行，可佑拉根本不给他开口的机会。虽然他也觉得解气，但碍于自己阳光型的人设，只能劝佑拉住手。佑拉立刻扔下哥哥，转而紧紧握住他的手，语气满是焦急：“那贤同学，你没事吧？那个无耻的混蛋没有对你动手动脚吧？早知道就该让你睡我宿舍了。”说着，佑拉仔仔细细把他全身检查了一遍。他赶忙解释：“我没事，佑汉对我很好，而且住别人宿舍也违反校规啊，没能提前告诉你，真是抱歉。”他这副7分歉意3分羞涩的小模样，瞬间击中了佑拉的心。不是你的问题，有错的是罗佑汉那个混蛋。佑拉紧紧地抱住了他，声音也不再是疾言厉色，只剩浓浓的担忧：“那贤同学没事真是太好了。总之，都怪罗佑汉，你要是受伤了怎么办？”虽然他还是没放过罗佑汉，但好在没动用技能，这算不算两人的关系有所缓和？念头刚起，佑拉周身突然魔力暴涨，还以为你真的变了，结果还是想利用别人而已。又一轮暴揍开启，他好像听见了骨头错位的声音，看来兄妹关系缓和是他想多了。课堂上，老师宣布期中考试将采用实战测试，让大家务必牢记所学过的知识。教室里的氛围轻松自在，昨晚的闹剧仿佛从未发生过，连实战课老师都把他们捧成了学院双星。午餐时，猫女自然地加入他们，在这种平静祥和的氛围里，很难想象在未来会有那么艰难的考验在等着他们。学院的 F 级指挥官，这部小说核心讲述的是阻止世界毁灭的故事。穿越到游戏反派身上的投机派罗佑汉，利用自己掌握的海量游戏知识，为阻止世界毁灭事件灾厄的泛滥而四处奔波。江奈贤原本只打算出气跟着他，之后就单独去准备灾厄的泛滥，然而因为原系统让他停留在了投机派身边。既然如此，不如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剧情，最大化榨取它的价值。首先要应对的就是期中考试实战测试的袭击事件。再说，暂时和投机派的队伍一起训练也挺好的。对了，刚才只说了一半，上次副本和地下城得到的东西全部处理掉了，赚了不少钱，总共有30亿。听到这个数字，江奈贤的心脏几乎漏了一拍。他强装镇定：“那些不全是佑汉的吗？当时约定过了。”罗佑汉一笑：“约定是交给我处理，
分配还是得按规矩来。小说里的投机派虽然锱铢必较，疯狂捞好处，却绝不会亏待队友，所以他提出分享至少是真的。能把账号告诉我吧？我们每个人分10亿对其他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对江奈贤而言，却是能让孤儿院的弟弟妹妹们实现愿望的巨款。可以买他们喜欢的绘画工具，能添置一架钢琴，还能支持他们去心仪的学校读书。一直被病痛折磨的江柳，也能得到更好的治疗。最重要的是，院长老师再也不用为了拉赞助而四处求人，看人脸色了。你有没有想过，有了一大笔钱要用来做什么？转账后，心情不错的罗佑汉随口问着。我觉得可以先买你能用的武器。江奈贤轻声道。我打算捐出去。罗佑汉瞬间拧起眉，捐款？虽然那样也不错，但现在难道不是该努力提升自我的时候吗？他知道投机派肯定希望他用这笔钱强化自己，但他做不到，而且这家伙早晚会追问他钱去哪里了，所以现在讲清楚更好。我有个受过很多照顾的地方，所以我早就想好了，一旦赚到大钱，就第一时间捐给那里。江奈贤在心中说服自己没事的，毕竟他可是代表了阳光啊，这样做应该也符合人设吧？你不也一直是这样看待我的吗？那就请理解一下吧，就当做原来是这种设定的游戏角色，然后接受吧，其他都无所谓。唯独这件事，他不想让渡，即便无法理解，罗佑汉还是接受了。随便你好了，你的钱怎么用是你的自由。江奈贤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可罗佑汉却慌了。你怎么哭了？他手足无措的上前，急得团团转，却又不敢去碰女孩。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江奈贤其实很怕罗佑汉翻脸收回这笔钱，或是突然放弃他这个队友。毕竟这个世界的主角是他，不是自己。他擦掉眼泪笑了。佑汉，谢谢你。罗佑汉的脸颊瞬间染上一层薄红，刚斟酌要说点什么，又拉碰巧来了。内贤同学一起吃晚饭，见到小狗妹红着眼眶，大小姐瞬间炸毛。罗佑汉，你个混蛋，你对内贤同学做了什么？投机派百口莫辩，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当面还想抵赖。江奈贤赶忙拉架，又拉啊，我真的没事。多年前，江纳贤曾独自闯入了黑色天秤的地盘，杀幕后的女人虽身姿妩媚，却浑身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你这小屁孩，竟敢大放厥词，说能解决我最大的难题。他眼神坚定，是的，我能分辨多普勒。首领顿了顿，缓缓问道，交换条件是给我们孤儿院的老师和孩子办理市民身份，让他们搬到安全区，还剩不少余额呢，就在满足你一个愿望。女孩没有丝毫犹豫，那么就请您让我所在孤儿院的所有人不要和犯罪团伙扯上任何关系。女人轻笑一声，可以，不过你除外。异世界来的灵魂向来都是麻烦的制造者。她是南平后宫文里最贴心的预备役女主，永远把男主放在第一位，为同伴传递满格的乐观能量。江纳贤本以为对小太阳角色扮演的足够出色，直到被原男主朴世宇看穿了一切，刺耳的闹钟将女孩惊醒，他才惊觉刚才不过是场梦。与黑色天秤交易本是他当年为守护孤儿院迫不得已的选择，多亏读过原作小说，他才掌握了辨别多普勒的方法。没问题的，迄今为止一切都在朝着他期望的方向发展。虽然昨天投机派的反应让他有些在意，但只要能顺利提升属性，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变故。忽然他被最上方的商品改变剧情所吸引，可以将小说剧情修改为想要的内容，根据内容的合理性，消耗的点数会有所不同。江奈贤震惊了，连这种事都能做到。不管怎样，先试试再说。她其实是觉醒者圈子超厉害的大小姐，居然要10000点，她的要求有那么离谱吗？那治好江柳的病了，把江奈贤变成超级强大的开挂角色，阻止实战考核的袭击事件。在无数次失败后，他查看原点数时，才发觉持有的点数变少了。这东西还会掉？那岂不是说，就算存着，关键时刻也可能派不上用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难道是读者反响不好？等他点开评论，才惊觉自己搞砸了一切。何止是不好，江奈贤这个角色几乎被负面评价淹没。受这件事影响，他今天根本无心听课。反观投机派，听得津津有味，大概率是在核对游戏设定是否和他玩过的一致。这堂课，老师讲述了塔的过去。某天，世界各国首都突然出现神秘高塔，这些塔虽运作原理成谜，却都通往同一个地方，攻略就能获得丰厚奖励。当时由勇者朴世妍率领的国际攻略队救赎主应运而生，成员都是同期觉醒超凡力量的人类，被称为觉醒者。他们披荆斩棘，一路打到333层，这是人类第一次遇见了异种族。幸运的是，双方语言相通，协商后决定合作攻略高塔。异种族也开始走出高塔与人类交流。然而当他们抵达666层，随着塔的部分真相浮出水面，双方关系彻底破裂。塔是靠人类的欲望运转的，只要欲望存在，塔就永无止境。异种族向人类提出要求，不要再制造更多怪物了，也不要再攻略塔了，因为入侵塔内居住区的怪物一直在给异种族造成损害。异种族开始与人类对立，战争爆发，最终人类选择封闭高塔。然而平静只维持了几十年，塔的周围开始出现传送门。这座曾被称为巴别塔神之塔的建筑，在666层事件后被统一命名为欲望之塔。如今传送门的范围不断扩大，人类居住地被划分为危险地带、中间地带和安全地带。孤儿院目前属于安全地带，但如果灾厄真的蔓延，那里也难逃一劫，所以他必须尽快找到办法，
实在不行，就算与黑色天秤再次交易，他也在所不惜。但在那之前，他有一个角色必须见到。他看向罗佑汉，对方的笔记上正写着那个名字：神谕者。神谕者是小说中期登场的角色，他是投机派所玩游戏的制作者，也是将他灵魂从异界带来的始作俑者。说不定自己也是被他带来的。在小说里，神谕者一直为投机派提供情报和帮助，是指引他的人。可也正因身份太过可疑，不少读者因这憋屈的剧情气闻，他昨天的行为大概率也被归为这一类，所以才被扣了原点数。真是愚蠢，明明该理性思考，却被一时冲动搞砸了一切。在挽回读者评价之前，关于孤儿院的事，他必须绝口不提。他知道这是必须的，客观来说也是最正确的选择。可是他就是不甘心，他不能再乱想了。先观察局势，维持好戏份和声望，积累原点数才是关键。为了孤儿院的家人们，他什么都愿意做。这里不需要个人意愿，他只要扮演好一个永远把投机派放在第一位，没有憋屈剧情的角色就够了。副本中，佑拉连续击杀几只突击型怪物后，异空中的怪物突然对他发动突袭。危机时刻，一声枪响，怪物头顶的金盒被打爆。江南贤结束了副本第3阶段，佑拉冲过去抱住他。内贤同学，你最后那一枪的时机简直完美。真的吗？不会有点晚了吗？怎么会，一点都不晚。照这个势头，你肯定会成为名声显赫的猎人。江南贤心里暖暖的，佑拉对他总是这么宽容。只可惜秀晶前辈还是没来。佑拉松开他，毕竟他一向我行我素。江南贤暗想，大概是被这家伙气得不想来吧。这时罗佑汉说道：休息一下吧，大家魔力都快见底了。他主动提议，那我去买点喝的。佑拉眨眨眼，那我也一起。不用，你好好休息。走远后，江纳贤才微微放松。今天维持阳光人设好像格外吃力。他来到自动贩卖机前，佑汉是可乐，佑拉是这个。突然身后响起一道绝不可能出现的声音：可以跟你聊几句吗？竟然是朴时宇。等两人坐在长椅上，朴时宇却陷入沉默。江纳贤只得主动开口，想聊什么呢？那个，朴时宇面带犹豫，紧张地握住水瓶。抱歉，刚才在想该怎么说。没事的，看来时宇很慎重呢。女孩笑得更加灿烂，可朴时宇眼中却满是担忧。他斟酌着用词，或许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啊，你是问我有没有遇到不顺心的事吗？最近可都是好事，朋友们认可我了，魔力也变强了。还有啊，我告诉你个秘密，其实我还赚了好多钱呢。朴时宇抿紧嘴角，像是在忍耐什么。他猛地抬头，我不是说这个。可在看到女孩灿烂的笑脸时，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如果不想说的话，我也不勉强。他顿了顿，眼中藏起一丝不易察觉的悲伤。不过，我想跟你说说我很熟悉的一个人的事，是一个没落勇者的故事。他将满心的情绪都藏进堆砌的笑脸中，仿佛戴上一层无懈可击的面具，却唯独有人能穿透这层伪装，看到他的真实。江奈贤从未想过，除家人外，第一个真正心疼他的人，竟然会是原作里的男主，就是小队的队长勇者朴世言，是位无可挑剔的领导者。正因这份卓越，人们将最关键的使命悉数托付于他。纵使任务过程偶有波折，他也总能完美收官。直到那个足以颠覆整个世界的真相曝光，他竟是靠吞噬人类的欲望运转的。勇者毕生践行的崇高使命，实则是在亲手伤害自己的同伴，摧毁这片他们守护的土地。人们的态度瞬间反转，昔日的敬仰化为尖锐的指责，曾经的英雄变成了罪人，而朴世言也深陷无尽的自责。他的一生都被挥之不去的罪恶感牢牢禁锢，这些沉重的过往在原著小说中从未被提及。江奈贤这才知道，事情远不止封锁住塔那么简单。朴世宇轻声说着，可那个背负着一切的老人，在孙子面前却永远是一副温柔浅笑的模样。但孙子比谁都清楚，奶奶心中始终藏着抹不去的悲伤。他停顿住，仿佛是要压下某种异样的情绪，隔了片刻才继续说道：我见过太多那种明明想哭，却偏要硬撑着微笑的人，所以我很懂那种人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就算再怎么尽力，也总会有控制不了的情况发生，所以别太责怪自己了，偶尔向朋友求助也没什么不好。说完，他转头看向江奈贤，却撞进女孩一双软软的眼眸里。他猛地扭过头，红晕瞬间爬上耳根，又蔓延至整张脸颊。江奈贤确实从他的话里得到了慰藉。是啊，不过降了10个点而已，他未免太过焦虑了。更何况，不是已经长回来了吗？他已经尽力了，就算再怎么努力，做不到的事也没办法，只要继续寻找方法，更加谨慎努力就好。想着，他看向朴时宇，轻声说：谢谢你。看女孩恢复神采，朴时宇也跟着笑了。什么吗？你是因为担心我才找我聊天的吗？我们时宇好温柔啊，真是闪耀的人性，出色的品格。男人红着脸不敢看他，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你要是有烦恼，也可以随时告诉我，毕竟我们是朋友。听女孩这样说，朴时宇先是一愣，而后垂下眼，轻轻嗯了一声。等两人回到训练场，只见一地的狼藉，罗佑汉躺在地上，模样惨不忍睹，而猫女正悠闲地坐在他身上。你好啊，前辈。小狗妹惊愕，她立刻跑向罗佑汉，却被佑拉一把抱住。内贤同学，完全不用在意这些垃圾。猫女漫不经心地补充。是啊，我只是小小的教训了一下而已，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兑现副本的约定了。罗佑汉颤抖着伸出手求救。佑汉，
你流了好多鼻血。晚上回到宿舍，江南贤再次打开评论区时，心境已截然不同。比起第一次看到那些负面评论时的慌乱，现在的他平静了许多。他想起朴诗雨红着耳根仍努力安慰他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出来。是被他感染了吗？第二天一早，学院里就响起了嘈杂的声音。罗佑汉举着一个大喇叭，高声喊话：新社团传送门宝物探查部招新了，只要成功入团，就能免费领取各种昂贵道具。有人好奇，这么珍贵的东西真的白送吗？当然，投机派故意放大声音，还有冰属性的道具。现在就立刻加入我们吧！原作小说里，它也是这个时间创建的社团——传送门宝物探查部。顾名思义，就是进入传送门寻找宝物的社团。表面上是这样，但实际却是投机派为了聚集女主角们进入隐藏碎片的地下城而创建的。那他当然要配合了，看来是个很棒的社团啊！我能加入吗？投机派得意道。当然。还未说完，右拉如同一列疾驰的火车，瞬间撞飞了他。你这混蛋又想拉江奈贤同学干什么？他立刻上前解释，右汉只是在招募社团成员而已，而且我已经决定加入了。右拉一脸嫌弃地瞥向罗右汉。原作中，右拉是读书会的成员，那时他还想着挺符合大家族小姐人设的。现在想想，他大概只是为了交朋友才进的社团。果然，右拉一把推开投机派，那我也加入这里。没办法，必须要监视罗右汉，真是为了监视。怎么感觉掺了私心呢？他一拳砸过去，给我闭嘴！比起秀晶前辈，他怎么感觉右拉更像猫呢？不久后，投机派招募社团成员的消息就传遍了全院，而他招人条件更是只有私心没有道德。太丑的不要，以前骂过他的不要，罗右拉的小迷妹也不要，小狗妹看得一脸黑线。总之，就是他看不顺眼的通通不要。右拉在一旁的椅子上铺好手帕，招手让他过去坐。伴随着一阵风，猫女忽然出现，罗右汉懵了：你怎么会来这里？不是说不加入任何社团吗？那他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肯定能合格对吧？他没理会罗右汉，自顾自的在入会申请表上盖了章，随手丢开印章，居然就这么留了下来，开始主持。好了好了，要赶紧继续面试，下一位请进。门再次被推开，今天的主角终于登场，一位周身散发着冰冷疏离气质的女生走了进来。江奈贤一眼就认出了她，苍白的肤色，耀眼的银发，冰蓝色的眼眸配上沉静的气质，和小说里描述的一模一样。冰第一哈娜，投机派就像打鸡血了一样，大喊出合格。她一脸谄媚的走上前，您正是我们社团最需要的人才。猫女也热情的招呼，哈娜，快来这边，我给你盖章。右拉也赶忙拿出社团指导手册，看来这两人关系果然很好。虽然知道小说剧情，但还是问一下吧。右汉，那个人为什么直接就通过了？投机派一脸得意，因为这场面试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招到冰第一哈娜才办的。他可是仅次于朴诗雨，强到引发平衡性争议的作弊级角色，就算是新手玩家，只要有他就能轻松攻略普通关卡，而且在隐藏要素和其他事件攻略中也很好用，所以在初期获得比较好。这家伙激动到说的全是游戏术语，他只得配合装作听不懂。右汉说的话太难懂了，是因为他会认真参加社团活动才让他合格的。虽然比我们年长，但战力很强，那人也不错吧？挺好的。但其实伊哈娜并不是简单用善良能概括的人物，在学院的 F 级指挥官中，伊哈娜始终正直温柔，也正是因为这份温柔，才让她有了致命的弱点。招募到伊哈娜后，社团创立的最低人数也凑齐了，恐怕这家伙又要开始大喊淘汰了。没想罗右汉突然露出一副见了鬼的表情，他一看同样愣住，原作的男主怎么也来了？他面无表情地做着自我介绍，我是朴诗雨。原作里他明明去的剑道部，投机派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他一脸奸笑地宣布通过。就这样，社团顺利成立了，而且聚在这里的全都是学院里超有人气的名人。虽然有些措手不及，但他能抱的大腿更多了。下副本时只要悄悄躲在后面，降低存在感。可是，在这么一群开了外挂的人中间，为什么主攻的担子还是落到了他头上啊？原作中的最强战力登场，小狗妹与冷脸萌成为主力输出，本只是辅助的江奈贤，竟凭一己之力挽救了整个战局。这还要从3小时前说起。得到原作2大顶级战力的罗右汉，对攻略地下城跃跃欲试。他拿出几份新合约，针对副本攻略的保密性以及资源分配重新做了说明，见所有奖励都是罗右汉说的算。右拉炸毛，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凭什么全部东西都交给你？小狗妹急忙拉住他安抚，别担心右拉，右汉只是想把全部东西平分。右拉秒变顺毛猫，既然是内贤同学这么说，一旁合作过的猫女带哈娜爽快签好了合约。今天他们要攻略的是固定型副本冰洞，虽然这里冰属性无法升级，却有着超高的道具和核心掉落率。猫女一把抱住哈娜欢呼，太好了哈娜！小狗妹心想，这不就是为了刷一哈娜好感度才选的地下城吗？时雨谨慎地问投机派是否有了计划。罗右汉自信一笑，全部攻略和阵型我早就规划好了。见前方真的出现传送门，猫女大为惊奇，这种荒郊野岭的传送门你都能找到？刚爬上山的罗右汉气喘吁吁的说不出话，江奈贤赶忙扶住他，你没事吧右汉？他撑起一口气，没事，我们先进去。整个副本都由寒冰构成，气温低到连呼吸都能凝结成白气，甚至视野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突然，前方传来咔咔的声响，
罗佑汉瞬间警觉，高喊战斗准备。在他的指挥下，主角团队迎来了第一次正式副本战斗。各自的位置都记住了吧？早记住了，倒是你自己的别忘了。肉拉与朴时宇负责前排，崔秀金、风系护盾。收到。魔力在他指尖凝聚，瞬间挡住了怪物射出的碎石。内贤则负责掩护，在众人猛烈的输出下，石怪的核心终于露出，现在就剩收尾了。哈娜举起冰枪，周身魔力犹如实质般凝聚，他竟踩着自己制造的冰面，高速向前突进，仅一枪就击碎了怪物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说他是作弊级别般的存在。第一战轻松取胜，罗佑汉一边收集掉落的物品，一边提醒，这个副本虽然没有小怪，但会出现很多掉落核心和道具的大型怪物，所以要小心谨慎的前进。原来如此，佑汉好聪明，什么都知道，这不是基本操作吗？这家伙可真让人不爽。凭借着投机派掌握的信息优势，他们一路速通，不多会就到达了副本最深处。之前说过，这只怪物因为暴风雪的被动技能会很麻烦，技能等级高到能把整个地下城温度都拉低。话还未完，雪怪竟苏醒了过来，小队人员瞬间散开。可暴风雪远比想象中的猛烈，不仅干扰视线，还对他们的行动产生巨大的阻力。罗佑汉竟被风刮得飞起，江奈贤马上冲出，拉住他按在身下，就连右拉都被困在原地，他们的战力大打折扣。罗佑汉这才意识到，实战和玩游戏时的体验完全不同。虽然知道风和暴风雪有协同效果，却没想到会这么强。主攻行动与视野受限于暴风雪，无法展开有效进攻。这时，罗佑汉忽然注意到江奈贤没有被影响，原来他的被动技能千里眼可以不受暴风雪干扰。他立刻冲猫女大喊：“崔秀金，把内贤移动到高处！”被风带起的江奈贤懵了，这是做什么？投机派改变了策略，现在起全员转防御和辅助，保护江奈贤。江奈贤变为主力输出，只要集中精力击碎雪人的核心就行。小狗妹在内心咆哮：“投机派你这个狗东西！”他把大量魔力注入到子弹，等待着时机。就在怪物核心产生裂痕的一瞬，他射出了覆满魔力的一枪。随着怪物倒下，暴风雪也跟着消失。江奈贤回到地面，大家都没事吧？又拉上前，我们没事。猫女嘻嘻哈哈，大家一点擦伤都没有了。他这才松了口气，刚才真是吓死他了。投机派信任他自然是好事，但也要适可而止啊。想着，他看向罪魁祸首右汉，那边有什么？是地下城的奖励，即便他不认识，也能一眼看出这是个稀有道具。罗右汉没有收起，反而喊来众人，在出地下城之前，有件事想先跟大家商量。这种稀有道具就算有钱也很难买到，所以比起换成钱，我觉得用来提升队员实力更有意义。这次把道具给属性契合的哈娜前辈怎么样？以后如果出了其他好道具，也会分配给属性匹配的队员。哈娜脸颊微红，冰蓝色的眼眸中隐隐透着一丝期待。江奈贤知道，他因为火之诅咒需要冰属性的道具缓解，所以当即表示愿意。紧接着其他人也跟着赞同。哈娜不善言辞，但神情间却满是感激之色。谢谢大家。猫女开心地抱住他，我就说大家都是好孩子吧。哈娜乖乖地嗯了一声。还有，按照之前的约定，加入社团就给的道具，现在也发给你们。还以为你会赖账呢，真意外。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来，内贤，这是你的那份。小狗妹眼神一亮，附带的技能很实用，外观设计也漂亮，肯定很值钱，先收好，缺钱的时候还可以变现。等地下城的结算金到账后，他的荷包就宽裕了。江奈贤这时还美美的想，期中考试之前就只剩下学习相关的剧情了，最近应该会很太平。没想第二天就惨被打脸，他向前拼命跑着，身后跟了一群发疯的人。女孩在心中大骂：投机派，你这个混蛋啊！至于他为什么又陷入麻烦的处境，从冰冻剧情结尾那段投机派的旁白就能知道原因。结束对话后，把孩子们都送走了，但我还有个未完成的任务。他翻了翻口袋，拿出狐狸珠攥在手中，得把这个利用起来才行。该找谁帮忙呢？他很快锁定了目标，这不正好有现成的人选，会好好听我请求，总是和我在一起，而且不会被珠子所迷惑，容易满足的人。内贤，你拿着这个。女孩毫无防备的接过。好，不过这是什么啊？罗佑汉神秘一笑，先一直带在身上吧，要是碰上什么怪事，记得跟我说。在罗佑汉又一次利用小狗妹后，终于迎来了史诗级翻车。原著里本该是他的队友，竟全都站到了江奈贤这边。这一切还要从罗佑汉给他的那颗珠子说起。从拿到他的那一刻，所有人就像着了魔般对他穷追不舍，甚至用鲜血给珠子写下扭曲的情书。投机派一副悠闲的模样，那个啊，只要撑过1周就可以了。听到这个，江奈贤只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个垃圾败类死宅男，也不是第一天不干人事了。内贤啊，我们一起吃午饭吧。右拉一出现，投机派就跑了。他刚想和右拉解释珠子的问题，就被人围得水泄不通，眼看就要被汹涌的人群吞没。一只大手及时抓住了他，居然是朴时宇。他仗着高挑的身形站在台阶上，像领小鸡仔似的将他举到空中。内贤，发生什么事了？不久后，除了罗佑汉，小队的其他人陆续赶到，得知是珠子惹的祸，朴时宇当即拔出背后的剑，就要将他销毁。江奈贤犹豫了，可这是佑汉给的。朴时宇态度坚定，比起那种东西，你更重要。这话就像一束阳光，
小狗妹阴郁的天瞬间晴了，还是呆呆最靠谱。他那把剑可是勇者朴诗妍的宝贝，肯定没问题，而且有他出面砸了珠子，罗佑汉也不能多说什么。可万万没想到，剑落下后，珠子不仅没被破坏，甚至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右拉戴上手套，换我来试试。1周的时间转瞬即逝，他们用尽各种方法，依旧没能解决掉这颗珠子。要不是为了维持阳光小狗的人设，他早拿这破珠子把投机派的脑袋开瓢了。更让他不安的是，这群人的疯狂程度似乎越来越严重了。今天正好1周了，罗佑汉忽然开口：“内贤，你带着珠子去满月照耀的湖边。”他立刻应道：“是本馆那边的湖吗？”“没错，我会尽量拖住这些人的。”江南贤满心怀疑，就他这垃圾属性可以吗？眼看人群越来越近，他来不及多想，只能扭头就跑。罗佑汉挡在人群前方，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站住！想过去就得先踩着。”话音未落，他就被蜂拥而上的人群彻底淹没，连声惨叫都没发出。江南贤抓狂，他就知道这家伙根本靠不住，他拼命向前奔跑着，心底却渐渐升起一股寒意。这些人的眼神已经诡异到让人毛骨悚然。好在救兵及时赶到，将他与人群隔离开来。右拉一脸焦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况怎么变得更糟了？朴时宇也拔出剑格挡，高声问道：“内贤，你没事吧？”江南贤趁机脱身：“谢谢你们帮忙，右汉让我去本馆附近的湖边，我先过去看看。”时宇立刻应下：“好，我们解决掉这些人就去找你。”右拉也马上叮嘱：“一定要平安啊！”然而，即便有原作男女主帮忙，他还是被越来越多的人困住，眼看就要无法逃脱。就在这时，一阵狂风卷起了他。后辈你好啊，是猫女崔秀晶。下方，伊哈娜正稳稳踩在冰柱上，语气带着关切：“你还好吗？”江南贤鼻头一酸，满心感动，没想到连前辈们都来救他了。除了投机派那家伙，其他人简直就是天使。崔秀晶带着他飞到更高的地方，问道：“送到湖边就行了吧？”就这样，在皎洁的满月升起时，江南贤终于抵达了罗佑汉所说的湖边。口袋里的珠子忽然自行飞出，缓缓漂浮到湖面中央，散发出夺目刺眼的光芒。珠子竟化作了一道闪烁着微光的传送门。江南贤惊愕地瞪大眼睛，珠子变成传送门了。没错，罗佑汉忽地从草丛里冒出，这是道具地下城九尾狐的宝库。崔秀晶凑近：“你倒是什么都知道。”他一脸得意：“我自有办法。”太过分了，这种事你应该提前说啊！女孩眼角噙满泪水，这是她第一次在男主面前流露出如此激烈的情绪，这让罗佑汉当场愣住。江南贤在心底无声的质问：“怎么？你以为我永远不会生气吗？就因为我是阳光系女主，就该毫无怨言的听从你的安排？”虽然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人设，但总不能什么都不说明就被他利用去做危险的事情，因为对他来说，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游戏或小说，而是真实存在的现实。罗佑汉彻底慌了：“我不是故意的，因为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变数，所以才没能说出口，对不起。”他伸手想擦拭女孩的眼泪，却在下一秒落空。右拉把江南贤紧紧护在怀中，眼神冰冷地瞪向罗佑汉。不仅是他，朴时宇、伊哈娜，就连向来随心所欲的猫女崔秀晶，也全都站到了江南贤身后。你果然一点都没改变，随意利用别人的本性，和过去一模一样。罗佑汉出声辩解：“我只是为了得到最好的结果，选择了最优方案，这是深思熟虑后才做的决定。对你来说，内贤同学陷入危险，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内吧？我说过了，是怕出现变数。你拿这种东西当借口的态度，才更让人无语。”右拉冷静一下，江南贤从他怀中退出，轻声说：“我没关系。”可是内贤同学，猫女突然冒出：“现在首要问题是先处理已经出现的地下城。”可话音刚落，他周身的气息却骤然变冷，眼中翻涌着浓烈的杀意。当然，这件事之后，我一定会好好跟他算账。被当成工具利用，可是件超不爽的事。罗佑汉自知理亏，不再辩解，转而说道：“首先，这个副本只有持有珠子的人才能出入。”右拉立刻警惕地拽住他：“你又想让内贤同学陷入危险？”他忙解释：“里面没有怪物。”随即看向江奈贤：“就只剩奖励了。把珠子放到满月照耀的湖面上，就意味着将珠子归还给原来的主人。在这之后，可以从九尾狐的宝库里拿走3样宝物。”对江奈贤而言，虽然还是很委屈，但这是赚取原点数的好机会。他便以退为进，想着拉一波读者的好感。既然珠子是右汉带来的，那就选右汉想要的东西吧。投机派果然露出欢喜的神色，那样我当然很感激。不过我只要……不行，内贤同学。右拉再次出声阻拦，朴时宇也点头附和。对，内贤同学才是最辛苦的。罗佑汉整理着被右拉抓乱的衣领，接着刚才的话说道：“我想要的奖励只有一个，剩下的2样就让内贤你选自己想要的吧。”哈娜在湖面凝结出一条冰路，江奈贤道谢后便进入了传送门。他被里面的景象震撼住了，不愧是九尾狐的宝库，满室都堆放着看起来无比珍贵的物。忽然，一道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你把我孩子的珠子送回来了？”内贤小声问道：“您是九尾狐吗？”“没错，你帮我找回了孩子的遗物，作为报答，允许你在这里挑选3件宝物。您知道叫做鬼火的物品吗？”想不到还有人知道那件东西，挂在入口处的那盏青灯就是。任务完成，接下来便是选他想要的东西。他目光扫过宝库，被一件白色的流苏挂饰所吸引。九尾狐再次开口：“
你的直觉很敏锐，那件是我最珍贵的宝物，是用我丈夫千狐的尾毛制成的饰品，拥有驱散一切邪祟的力量。他拿起挂饰细细端详，真的能把这么珍贵的东西给我吗？我承诺过任你挑选3件，如果你想要，便拿去吧。小狗妹立刻道谢，我会好好珍惜的。他又开始寻找第3件宝物，一把古朴却精致的钥匙让他眼前一亮。这是什么？那是能降下我族庇护的物品。另外，它还是通往塔的钥匙。不过一会，江纳贤就捧着青灯走出了传送门，投机派立刻露出惊喜的神色。小狗妹绽放笑容，右汉，我拿到了。罗右汉立马接过，就是这个，辛苦你了。看他瞬间收到背包，生怕被抢走一样。猫女好奇靠近，其他奖励选好了吗？选好了，是能够驱散邪恶的九尾狐尾毛挂饰，还有一把钥匙道具。一听是钥匙，罗右汉眼中闪过一丝疑问，还有这种道具？说是能得到九尾狐的庇护。右拉突然出现，他猛地一把肘开罗右汉。内贤同学，副本里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遇到危险？我没事也没受伤。不行，让我好好检查一下。都怪那个混蛋让你遭这种罪。几日后，之前被珠子迷惑的同学陆续来找内贤道歉。没事啦，事情都过去了1周，我早就忘了。而且他心想，真正该道歉的人明明是这家伙。此时，罗右汉正负责和大家核对考试答案。小狗妹沮丧的叹气，又错了一道。石宇立刻温声安慰，这道题我也觉得有点难，89分，虽然不算优秀，但对江奈贤来说已是巨大的进步。作为政府补助的觉醒者，他的起点本就和其他人不同。右拉替他开心，比模拟考试时考的还好呢。猫女也鼓励，是呢，这个分数也算发挥的不错了。哈娜给予了肯定，只要实际再考好，就能稳稳进入前列了。小狗妹心里暖暖的，都是大家的功劳。之前还担心成绩不达标，无法继续参加社团活动。右拉挥舞着拳头，如果真是那样，我会正式向学院提出抗议的。出题时把政府补助的觉醒者排除在外，这本身就说不通。还是右拉好。这时，服务生端着饮品走了过来，请问焦糖玛奇朵是哪位的？罗右汉抬手，是我的。右拉却突然皱起眉，目光锐利地看向他。你以前不是只喝意式浓缩吗？这么说起来，午饭你也点了炖排骨。我记得你以前不吃肉的。这段时间的相处，竟让右拉对这个已经换了心思的哥哥产生了怀疑。原女主对哥哥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只因同为穿越者。比起幼年时就来到这里的小狗妹，刚传来的罗右汉暴露了太多与原主的不同点，比如不喜甜的他却点了焦糖玛奇朵。右拉皱紧眉头，目光锐利地扫向他。你以前不是只喝意式浓缩吗？罗右汉一愣，最近想喝点甜的。这么说起来，午饭你也点了炖排骨。我记得你以前不吃肉的。他心虚移开视线，口味变了吗？现在觉得肉也挺香的。你以前武器不是用的指挥棒吗？旗帜不是更帅？喜好能这么轻易就改变？眼见右拉再追问下去，投机派迟早露馅。小狗妹连忙起身，你们不要再争执了。右拉立刻否认，没有，这不是争执，虽然都一样是垃圾，但这些莫名其妙的变化让人很不爽，所以说出来而已。江奈贤心想，这不就是吵架吗？可投机派却毫无暴露的自觉，反倒挑衅起来。人总是会变的。再说，你哪次见我心情好过？明明是你的变化太大了。没想到我的妹妹对我还挺关心的。别装哥哥了，恶心死了。右拉，要不要跟我去点个甜品？不得已，他只能赶紧把2人分开。这种氛围下，真的能好好考完实际课吗？小狗妹万万没想到，之前他拿出另外2件宝物时，罗右汉竟用了洞察之眼，而那把钥匙居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只因过去在游戏中他并未见过这件道具，通往塔的钥匙里居然还有我不知道的。九尾狐果然是彩蛋的化身。江奈贤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就带来了钥匙。不过反倒庆幸，等找个合适的借口把钥匙要过来吧。看完登场章节关于投机派的心理描写后，小狗妹气得脸色发青，钥匙竟然这么快就暴露了，而且这家伙还真是什么好处都想自己拿，怪不得右拉恨他恨得牙痒痒。他得赶紧想个借口，绝不能让钥匙被抢走。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挂饰能解除异常状态的话，他看向不远处的哈娜，不知道对他的诅咒会不会有效。察觉到视线，哈娜抬眼望过来，怎么了？内贤？没什么，就是第一次看到修炼场有这么多人。哈内笑道，考试期间好像一直都这样。他倒是没想到，实际居然还能临时抱佛脚。这时他看到好多视线都集中到了这边，应该是在找队友。对了，内贤同学。右拉突然挽住他的胳膊，我说的是你想过了吗？就是关于扔掉垃圾的事。右拉毫不避讳当着哥哥的面抢人，光是今天就已经问了他不下10次了。他面带歉意，那可不行啊，就像刚才说的，我已经答应和右汉一起参加了。可是你想想，要是其中一个是垃圾的话，那队伍垃圾占比就有20%。右拉大人，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这次考试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组队？哎，他们好像在面试见过这个人。右拉干脆的拒绝，不好意思，我暂时还不想并队伍。那女孩显然没料到会被拒绝，瞬间露出伤心的神色。果然公开邀请不能做啊，鼓起那么大的勇气可还是失败了。另一边，有人向石宇发出邀请，石宇，要不要加入我们队？抱歉，我还在考虑中。又一个被拒绝的。哈娜也被人围了起来，陆续有不少人找他们组队，个个都相当积极，甚至到了抢人的地步。但这些人
全部都避开了他与罗佑汉还有秀晶前辈。秀晶前辈虽然能力出众，却因为是一种族混血而被嫌弃，投机派嘛，就不用多说了。而他只是 F 班的普通学生。就在这时，一女生突然冲到他面前，眼神亮晶晶的盯着他。那个，你是江奈贤同学吧？就在小狗妹以为有人邀请自己时，对方猛地一把抓住她的手，请你务必参加我的实验。江奈贤懵了，叫他做什么实验啊？